你们好，欢迎来到丰盛奥文频道。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帮你分析一下你现在心里的那个选择的 yes 和 no 的两面分析。我们塔罗并不会帮你决定你应该选 yes 或 no 哈，但我们会帮你分析你选 yes 之后的一个格局跟趋势的情况，以及 no 的情况，好吗？然后你自己再做一个判断。那么现在这三张牌，一二三，请选一个你最有感觉的。好吗？这三张牌没有，我没有特别先放什么意思，完全只是凭直觉，我觉得牌面上要这样子组合而放的，所以你可以靠你自己的喜好、意念跟第一印象来选择就可以了。好，那么选好之后就开始喽。好，我们直接开手，这是选到一的朋友哈，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抽。我会用直觉式的方式一直往下抽出我想要往下延伸的内容跟方向哈。我就不带太多做一些星座或那些的解释，我就直接从牌面上给你解释，讲一些你们能够比较明白、比较能够清楚知道的讯息就可以了。好，来，我先抽第一张来看看现在这整个能量的发展是什么。好，宝剑六的话，首先呢，宝剑六哈。宝剑六一般来讲，它就是一个你已经准备好要做选择了，你也看清楚你的方向了。好，先说这是 yes 哈，我们先解 yes。所以你选 yes 的时候，表示你心里已经很笃定要走某些方向，你也看准了，你也要往那里走，而且你心里一些包袱啊那些东西，你都是背在身上带走的，而不是把它丢下带走的。所以你算是一个有责任感来下这个决定哈。我来看一下你的自信心有多少，虽然你已经看到了恋人牌。一般来说，我发现你应该已经问过很多人的意见才做下这个决定的了，而且那些不过你要小心那些给你的意见的那些方法跟人都只给你一个表面的东西，他们都还没给到很深入的哦。爱情牌告诉我们的不是说，爱情牌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跟人的接触，他给你一个快速的认同，好，因为你问人的东西可能对他们来讲不用负太多责任，他们呃多半有一半的部分是为了要取悦你了。一般你问任何人问题，他们都怕你伤心或什么，所以他们会讲一些表面的。而恋人牌就是告诉你说是快速的感官上的满足。所以你去问任何人意见的时候，他们都会直接给你这个，所以很快就能够推动你去往 yes 那个方向去做选择。但是你要小心哦，一切的决定都还是在你自己内心哦。不过我相信你已经自我分析过了，好才做这个决定，而问别人可能只是找到一个比较你就想要来个 double check 啦，就验算或什么，相当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对的？不过这其中还是有一些疑虑因为这个有点暗示说你太需要认同的时候，你也太想要选，有时候你选 yes 不代表说你已经知道那是你要的方向，而是你太想要选 yes 了，所以你才需要去别人给你一些认同。我来帮你看看啊，你心里的疑虑应该会是什么？星星牌疑虑的话，我倒不觉得你有什么疑虑啦，而是你对你愿望的那个憧憬、那个想法，可能，我觉得有点印证我刚刚讲的，你太渴望要选 yes，就是你心中的那个问题你太希望它趋于被认同，太趋于被别人支持你选 yes 也像是你希望我们在塔罗牌的人告诉你说你就走 yes 就对了，可是你心中那个疑虑我有看到因为这里面有几个东西跑出来了。你知道，其实因为这个是星星牌是水平风向的，它出现两次，其实因为宝剑牌里面本身就有星星牌，它告诉我说，你的确太渴望别人认同你现在想要走那个方向。譬如说，我这个是打个比方比如说你想要出国念书，你想要去找一个全新的工作，你想换工作。你心里很想，但是那个原因只有你知道。你可能不像这个原本现在待在的位置，你不想待了，然后你想要完全换一个环境。所以星星牌出现的时候，在告诉我说，你想要的那一个东西很远，离你现在的处境，离你现在的现实有点远。但你很想去，可能是你想脱离现在这个地方，所以你问了很多人，然后什么什么，所以你希望很多人告诉你 yes。然后你也希望这件事情是能够
成真的。我相信你有那个能力啦，因为这张牌有讲说你是有能力去把这个梦想实践的人，但我担心的是你太过执着于要实践，而有点脱离现实。虽然你有能力去实践，你有能力去把这个想象或是这个梦想实践成具体的现实啦，但是你现在还没出发，你现在你还在选择 yes 跟 no 之前，我发现这里有一点脱离现实。我觉得你要回来一点，回来一点点看清楚，你现在想的那个问题是不是离你有点太远，有点我发现这里有一个距离感，就是你问这个问题跟你现在本身有点没那么近有点远，远到比较像是你想摆脱某件事情而做下的决定这个我在这里没有看到踏实感哦，而反而有一些过度分析后，我觉得这里有点过度思考来下的决定，少了一些人情世故少了一些这个判断有点太像是帮别人做判断的方法拿来判断自己，比较少了一些情感面。你知道为什么？你怎么这样？我这样说哈，比如说就是反过来啦，就像我刚刚说，你去问很多人，然后别人是告诉你说，哦可以啊，你去做啊，如果你喜欢就去做。如果通常别人会这样跟你说，因为那不是你，也是他们的事，所以他们大家会这样讲。可是结果像我这边有发现，连你都这样子看自己，就是你把自己的事情当成是一个旁观者来判定自己的事情来做的决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说当局者迷，所以你跳出来看自己的事情，可是你自己的事情，如果你也完全这样跳出去看的时候，你会忘记你本来最内心的那个感受你失去那个感受之后，你做的那个决定，最后也许看起来很好，看起来是理性分析之后的很好，可是感性分析、精神面的东西你忽略掉之后，当你真的投入到了那一件事情里面之后，你会发现你自己慢慢的消失，因为你只是在往你觉得对的事情做，而你有点忘记你心里需不需要这件事情，或是需不需要这个梦想，需不需要这个方向。有时候我并不是你选了 yes， 我并不是要阻止你说选这个不好，而是说如果你选了 yes， 我觉得这有点太像是你渴望选 yes。如果你心里很希望选 yes， 你想来边看看 yes， 我必须这里告诉你说，你太渴望选 yes， 所以你会让 yes 这件事情成为你的答案。而我这边需要拉住你，你要再停一下你要想清楚的是，我内心有一些情感面的需要，是不是真的是需要选 yes？ 好吗？你这个想一下，因为我这边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缺陷缺憾。来，我再看一下好，如果在这个阶段会给你什么建议？就是我刚讲的少了什么？宝剑的，他这里告诉我说，你一开始的分析是好的啦，你这个好的出发点分析都是对的，很纯净，想的事情也是蛮好的。我觉得，但是因为这里面风的能量实在太多，全部都是风的能量，这里都太过度思考了啦，连火，那一张牌这样慢慢看下来，火的能量也不多你这个思考太冷冰冰了，你对于 yes 这一个选择太冷冰冰了，少了太多。我觉得你再问几个你真的会很在意他的想法的人然后你去听清楚里面一些属于不是建议的话，你去听清楚里面一些属于关怀的话。关心你这个人的话里面的含义。如果你现在要做这个决定，我不知道你那个决定是什么。我脑袋出现的有一些是比较事业上的决定，也许也是恋爱上的，无所谓。就是你去问一下，你真的会介意他讲什么话的那个人给你的想法。你不要问他们觉得好不好，你问他们觉得感觉如何。然后让他们分享一些感觉给你，然后去听清楚里面的话。是关于你这个人本身，而不是这个决定本身你去听一下那个他们对你的温情、温暖，比较水的、比较温的水的那几句话是怎么跟你说的？
但你要仔细听说，有些是为了要让你感觉舒服，讨好你，不能说讨好啦，因为朋友或家人他们喜欢，他们怕你伤心，他会讲一些让你觉得舒服的话，那些你先排斥掉，你要比较听清楚他们对于你这个人本身的一些话，不是严厉的话，而是他们怎么关心你那些话哈，你要让这些话拉住你，不要过多分析这件事情，因为这里风的元素太多，多到我觉得这整件事情看起来像机器人一样在做决定哦。这样子做决定，以我所看到的故事跟我的经验来说，发展会是好的，但是可能不会是你要的，你会在里面很痛苦，然后会困在整个决定看起来是对的，但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痛苦里很久很久很长一段时间，要等到你豁然开朗，然后跳脱出来，要花很长时间了。因为你一开始就忘了带一些你本来的精神面、你的情感面、自己的属于你自己内心的那个东西，你没有带去做这个决定，或者你做完这个决定之后没有把它带过去，你忘记了，你把它留在做决定前这里。这个对我来说算是直觉上、感情、情感面上算蛮危险的一件事情。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yes 啦。如果你是一个这么执着，你可以抛弃这些的，也是可以。但是后面你要面对的，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可能自己少了太多东西。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些故事。也许你做很多事情都很成功了，但是当你成功了，那些他一定会到一个满足的瓶颈，你会回头看自己到底在哪里。我是不希望你们到后面才发现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虽然一生成就、一生成功、一生满足，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你在一个不属于你自己的地方获得认可，这样好吗？好吗？你这个 yes 有这个暗示了。来，那我从另外一张牌再抽一下，从别组牌来看看，它还有什么提示？你仔细想一下啊，不要过度分析啊。来，用这一组牌。钱币2，在这里我觉得他是在告诉我说，你这两个还是一样，这个没有太多情感面，你还是在，即便你在做 yes or no 之后，你还是在两个太过物质的东西做选择。你现在在两个很类似的东西上面做选择，没有什么太大差异。我觉得你现在这个 yes or no 都，我觉得没有太大 yes 和 no 的差别，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好像它也是类似的两个东西，只是在做一个上下的选择，也不是好坏或者要或不要选择。这张牌还是在告诉我，少了太多情感面的思考了啦。不行，我还要再翻一下。又来了，怎么又是还是这个？哎呀，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我换一个想法想哈，他可能在叫你重想，他叫你从头想，因为这个宝剑侍者哈，不是宝剑侍者，宝剑1号哈，他是在说一个从头啦，从头来，一切都发展会重新新的局面，什么都会很好。可如果出现两个对我来讲，就会有点物极必反了。它有点像是叫你重想，你之前可能想的太偏了，太激了，就是太刁钻了，再重想一次，但是要放一些别的哈。你要再权衡一下你本来是，就是说你的思考啊，不要总是只想你擅长的那种思考模式，要试着用另外一种方式想。像我哈，我的方式就是，我原本的工作我读了非常多类似的工作，所以我为了让我的脑袋净空，我会做一件事情，去读我完全不懂的东西。就是你去书店去什么去读一个你完全不懂的东西，想办法先从目录，先把目录读一遍。读一遍之后，你脑袋思维会换。那目录里面，你有可能会看到你喜欢的那一条，然后你就再往下读。你把它翻开来读，看读一段就好，或什么好可以读了，不行不顺，然后你再去别的柜，就书局很多类别嘛。你去找一个标题吸引你的，也不要喜欢，你不喜欢都 OK。你只要看封面什么的，你就把它翻开看目录。然后目录不喜欢，你就看那个推荐序，看别人怎么评价这个书，让你的思考模式换过去之后，好去休息，
不要再想这件事，不要多久啊，你半小时1小时，我知道你们会一直想，一直想你就去做别的事，就是要先把这个东西放着，放着没有放下，然后你再回来想这件事，你会发现你的角度多了很，你想事情的角度多了很多破口，然后那个破口呢，就会让你，因为破口出现之后，你要去补，你整个思考逻辑会换，你换了之后，你就不会像原本在思考这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么刁钻。相信我，你去多试几遍，哦，不要过度思考。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拿一张纸分一半说好坏好坏这样子分类，情感你就没有办法这样分类去评价一个人，很多都是要凭感觉的。尤其像现在你都要来问 yes or no 的时候，不要舍弃你的感觉上的决定，不要全部用全然又理智去做决定，这太危险了，好吗？来，我再想，再翻一个，这个好，没看到这个。哎，钱币骑士啊，对我来说，钱币骑士，这是张好牌，这是张好牌。他既然你这个牌有出现2件星星哈，他说，我这边看到的是，他其实有点认同你的想法，其实是蛮扎实、蛮务实的啦。就是实践的可能也是蛮多的，但是因为实在太没有水的跟火的能量在里面，我才会嗅到某些思考上的危险啦。哈。不过如果以塔罗来说，这个思考往那边去，其实你做 yes 这个决定，其实它都是，其实我必须说，它这里全部的牌其实都是支持你做 yes，他没有说不好，但是因为有点太过了，太过认同，我才会直觉觉得我必须要告诉你一些提醒哦，因为我喜欢整个画面元素都很平衡，很平衡才会没有缺陷，比较少缺陷、缺点问题就会比较少。那可是因为这个实在太偏风土，而风跟土对我来讲，它不是一个很容易融合的东西，因为你看哦，土的东西可以控制风。那如果风又太大，土又这样子，那就表示那个风跟土在那个它没有连接，就是那个风在，就像你家里，如果你窗户都没有开，然后外面就刮台风或什么的，那个风在你家乱窜，那个感觉大概就是我觉得风太大，然后其他元素都没有，风太大，然后就土一点点，这样你就去感觉那个风太大，然后全部都贯穿到你家里，把东西冲你东倒西歪，这个就是风能量太大的一个想象哦。那个风，你把它想成是一个思考思绪，当你的思绪跟思考太强大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我刚刚形容的那个场景哦。好，因为它不协调嘛。虽然这个牌是只是觉得 yes 也不错，yes 做的不错，你也想清楚也可以够了，但是我觉得它可能连带了更大的思考混乱啦，哦，所以我才把你拉回来一点点。你可以，我个人认为你可以 yes OK，但是我觉得不够完美选它，所以我给你这个想法，你听听看哈，然后你停下来思考一下。来，我们来看 no 哈。来，接下来是 no 的部分，一样好，来选一张整个能量。啊 ，no 的部分，我觉得，他你选 no 的话，我的意思是说，他牌面给的 no，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因为它这也是一个 no 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说，你选 no 的话，你要先确定你内心想要的那个东西在哪里，因为它这个隐士牌，它在讲的是说你内在物质的一个追寻，它是一个很往内心去思考的牌，但是它思考的是什么？是一种物质的东西，不是精神的。隐士牌，它在探索的很多的真理，但那个真理通常都比较偏向物质面的真理，就是要有答案的东西，不是精神面上，不是女骑士牌那种精神面上的平衡上的答案。哦，他不是在追求平衡，他在追求一个答案。那个真相跟正义牌的真相不一样。那个正义牌的真相是代表了他必须要对所有东西都交代的真相，
但是隐士牌的真相跟里面那个东西只是他自己个人的，所以这里说 no， 然后又出现隐士牌，我认为他在告诉你，你可以拒绝，你可以不要，你现在要做那个决定，你可以选 no， 但是选完 no 之后，请你好好想一想，你心里到底内心里要的那个东西是什么，我们再回来做这个决定。他没有认同你选 no 了，他只是觉得你为什么只是说选 no 是 OK， 但你不要浪费了这一次你选 no 的这个契机。你要在这个阶段，你去想象你自己心里真正想的东西是什么。但我个人的角度，我觉得选 no 的契机在于，很好，你停下来先想清楚，我们再重新做决定。这个 no， 现在这个牌出现的 no 对我来讲，比较像是你现在好像不是做决定的时候哦，先 no，我们停下来先想清楚，或是这件事情一定要选 yes or no 的，他选 no 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告诉你，你没有想清楚你心里要那个东西是什么，你就选了，或是或是你选 no 的时候，他也在提醒你哦，这个也是另外一件事哦。他这里也是在告诉你说，你选 no 了，那是因为你没有想清楚你要什么，所以你选 no， 好吗？这有好几个面向，你听清楚哪一个适合你。好，如果是非选不可 yes or no 的决定的时候，他选 no， 这里叫你这里你选 no， 他确实是在告诉你说，因为你没想清楚了，你内心那个东西还属于一个混沌状态。我来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你没想清楚，或是到底出了什么？对，重想一遍。出现了宝剑一，我觉得我没有想错，他在告诉你说，你重想一遍，你再想一下，你再从头想，因为宝剑一的思维或是分析，他叫从零开始，从一开始再想一下啊。选 no 也 OK 了，这里我觉得不管什么问题，这里你选 no 好像是对的，因为你没想清楚哦。如果回到刚刚夜市那个题目的话，现在你选 no， 确实。刚刚原本在夜市的时候有点太是想过头了。如果你选 no 的话，发现你自己心里的那个掌握度不够，有一些胆怯，所以先选 no 来保持目前安稳的局势。对，这里出现两个用力思考牌，请往内再重新思维。重新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先选 no， 停下来想一下哦，不要急。来，我再看一下它到底还有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啦，的确一模一样，三张都在讲类似的事情，三张牌都在讲类似的事情。宝剑八的思维哦，一般来说，宝剑八的思维是。这个时间点啦，太多选择了。的确，他这个是说太多选择了。即使你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你有本来很多很棒的东西，但是你内在实在有太多没有办法掌握的。我觉得你没有整合你心中所想要的那一件事情，你没整合出来，然后你现在就要来做决定。你现在来做这个 yes or no， 先选 no， 反而我真的觉得你现在。如果你现在想那个问题，你看 no 的话，我觉得有点对，因为他有在暗示你说先选 no 吧，因为你好像没想清楚。刚刚选 yes 也有这个状况哦，你仔细听，刚刚那 yes 是不是有一种这个的超级反面？你以为你想的很清楚了，所以你去，可是前面那张牌，前面 yes 我是不是有发现要拉住你的东西？发现你冲太快了，就是你有点三级跳，而不是。就是一个慢慢跑跳远，那三级再蹲一蹲一蹲，就是踩的不踏实，你就跳了。Yes 那边有这个情况，而 No 讲的更明确是，还需要再想一下，因为其实你少想了一些内在的东西，没有整合，没有整合。然后因为这个宝剑八哈，其实它里面有命运之轮的性质存在。
它那个存在是说这个时间点逼着你要去做某些决定，可是你没有决定好然后就要做决定，所以你心思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整理好之后才做决定。可是这里有些人可能来提这一题，可能是因为现在就要做决定了，怎么办？看来有急迫性的朋友先选 no 哈，因为好像没办法选择。那如果你非得选 yes，回到上面那个，哇，可能要熬一下。对，好像结果也不错，可是好像过程会比你想象的更疯狂啦。选 yes 的话，那选 no 的话，可以现在先缓一下，因为他要你留下来面对一些内在比较具体的事情，你要整理一下，我们再来选。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为什么选 no 是好的？有跳出来了，哦，也不是啦，不要再生一下他，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为什么因为吊人牌跟我想的一样啊，他希望你现在僵持住，不要动，他叫你不要动，不要动，no，不管你现在这个问题是什么，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只是在这一题，在这一组里面，no 的含义比较像是先停一下，先 stop，不要动，好，先 stop，比较不像是拒绝，比较不像是不要，比较像是先停。好，这里的 no 的选择比较像是先停。好，如果你要选择 no 的话，它的含义比较多。这个，我再来看它要给什么。我喜欢多，我再看多一点啊。因为我自己就会一直翻，一直翻。对对对，先停，先停，因为它有些东西你可能还没办法解决就做决定，它就要你没办法面对的事情会来哈。来，再一张，我觉得这个我们怎么解决这里？怎么解决这里？我要问牌子。力量，对对对，他觉得你现在他这个没准备好的能量很强了，他叫你准备好一下啦，不要太急。然后这里这里又这个牌里面又包含了一个命运之轮，他觉得这个时间点你先把自己能量或各方面先强化起来，我们再做决定。因为我问说这怎么解决，他觉得你好像他现在你做你现在做这个决定的能量太虚弱了，他希望你再强壮一下。然后因为这里面包含的那个命运之轮的含义它比较像是说我们还在让这一个火焰燃烧起来，因为命运之轮是火风嘛，它就火嘛，它就是说那个火焰还在慢慢烧起来，还没到要你去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整理和什么，你那内在的力量能量还不够强。如果我们就这样嘟嘟嘟嘟嘟在这边，这个你可能没办法面对，太快做决定，你可能没办法面对但这个让我反向过来的话，如果你的意念是要选 yes 的话，你反而是可以。可是我现在需要你立刻，不要立刻了。你现在闭眼睛，脑袋出现 yes 的时候，哪一个比较亮？哪一个比较亮，表示你的能量比较偏向哪里哦？因为如果你本来心里想选 no，可是你听完整个牌，你突然想选 yes，我觉得那能量不足以去使用 yes 这个答案，因为 yes 那边的答案它的那个冲刺性很强，它那个尖锐性很强，就咻，它就是要去那边。可是因为如果你心态比较偏向要选 no，表示你那一份犹豫在拖累你。如果你就这样跑去选 yes 的话，那个你的那个力道没有一开始就想选 yes 的那个力道强。那没办法没坚持下去。可是你比较偏向 no 的话，你比较适合，因为你自己内在心里有一些疑虑正在救你，正在拖住你。先选 no 啦，先选 no，我们先等一下，等一下。那个 no 真的比较像是等一下这牌子有出现这个讯，好，你可以听看看。来，我再翻另外一组牌，帮你翻。选 no 有什么困境跟谏言呢？皇后牌的话，皇后的话，这个我要看一下我的笔记怎么说。金的话，好，
我觉得这个力量跟这两个搭在一起啦，因为我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我差点忘记，说这里要怎么面对解决。他又给一个皇后力量，皇后力量，我觉得他要你丰沛一下内在自己哈。他确实还是在说你的资源跟内在的丰盛度不够，去面对这些，有点匮乏。因为一开始给隐士这种这么匮乏的本质角色，去接受这些的话，确实是有点薄弱。所以建议牌里面出现的力量跟皇后他确实还是需要你内在或是各种能力，现在再培养一下，充电一下，补助一下。因为他现在觉得你太虚弱了，在虚弱的情况下去选择这些东西，而且出现塔牌对我来讲塔牌的这个火已经算烧到崩坏了，它就是有一点像是说，你有没有听到我刚刚在夜市那边讲的那个风太强的时候，然后加上火的时候，它就会整个环境里崩坏。它这个崩坏比较像是在这里，比较像是在告诉我说，你如果缺少这两个准备的话，你直接去面对这个，你可能面对这个的能力不够好。你停一下，做一下准备。我都会重复讲啦，因为我怕你们我没有办法，我怕我有时候一直重复讲一些内容，所以我怕你没有办法加深那个意念给你们，因为有时候听过会晃过。我觉得我要再问一个他，为什么？问他为什么给我塔牌？为什么这里给我塔？权杖骑士哦，骑士的话，是完全跟我想的方向是对的了，一致。权杖骑士，它就是说你太快了啦，因为权杖骑士它这里有包含了什么？权杖8、9、10，8就是有时候速度，它这里有时候是速度太快了，太过。我问他说为什么出现塔牌？它这里的3个讯号，速度太快了，你要停一下，不然你要承受的东西太多。这里出现这3个讯号，好，你直接去往下做，速度太快了，你还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因为他现在属于速度太快之后，还有他觉得你很累了，你现在很累了，好，然后现在突然叫做你已经够累了，你现在背负的东西已经太多了，你需要停下来准备这个东西，我们再去面对这个情况。所以选 no 的朋友，就是你选 no 的朋友，他会觉得，我再重复一次，选 no 不是说拒绝或什么，而是说现在需要你现在没办法往下做了，有些事情先选 no，先停下来，然后先停下来。这个 no 的含义比较像是停下来或什么。然后这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你听懂这两边的差别哈？如果听不清楚，你再重复听一下哈。我这样穿插解释，你要听清楚里面的道理再做决定哦哈，不要冲动。好，我会讲一些把你拉住思考的角度，你仔细听看看。OK，这就是选择1的朋友。来，我们现在是选到第2组牌的朋友哈。首先呢，你不要看到这个塔牌这样觉得很恐怖，没有，我只是觉得这一张牌能量很强哈。它有2种颜色，我觉得它这一组牌做决定的能量很强，所以别担心哈。来，我们现在先解牌，看选如果你要选 yes 的话，它怎么帮你分析哈？选 yes 的话，哎呦，先来看看它的整个能量的分布。这很合理啦。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啦，因为它里面的风能量有加上命运之轮里面的火能量，就是说现在这个时间点确实是让你很困扰、很难选。不过他这张牌目前是告诉我说，选 yes 好像还算是一个思考不够谨慎的决定哦。不过我觉得1张不够了，再看一下。选 yes 的能量是4 point。除了思考不够，如果你选 yes 的话，它除了你思考不够，因为你内在还是有蛮多选择的。他有一点觉得你冲动了选的 yes， 然后你选的 yes 这件事情，除了说还有点保守，你这个想法没有经过突破，没有经过
选 yes 算安全牌，算是选了一个安全牌，可能选了之后会有点不上不下的情况会发生。等一下，意思是说，现在选 yes，他目前没有很支持你选 yes 啦。好，他只是在分析给你说，这算是一个安全牌啦。如果你想突破，如果你想打安全牌，可以，他认同你这个是个安全的决定。但是你如果想要因为做了这个决定，还有一些进化、进步、进展、脱离现状的话，yes 算是太保守了。再抽一张，这张牌一直跑出来，吐空一样的，这张牌也是在讲说。我这3张牌都在告诉我，yes 对你来讲不是一个很认真的决定，比较像有点像是你在行的决定，还是一样，这个还是在告诉我说你很保守，因为他接着告诉我说你在2个你已经熟悉的，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对你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得失心，无论是 yes 或 no， 对你来讲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所以。你就选一个比较你自己能够接受的比较保守的 yes 啊，他这个问题对你来没有太大的困扰，选 yes 对你来比较简单。不过我一直在觉得，我一直很介意这张牌，他一直在告诉我，这个决定你受到了别人的影响。你选的这个决定，别人对你的影响有，别人有在影响你这个决定的成分。所以你选择了比较保守的 yes， 是这样吗？我再来看一下，圣杯皇后啊，圣杯皇后的话，这个思维，我怎么看到你选 yes 这个思维里面有掺杂了太多人的决定啊？还是太多人太多话了，你听了太多的话了，所以你决定选一个比较安全的 yes。这个我要怎么帮你突破啊？还是就选安全牌就好了。这里确实选 yes 是个安全牌了。如果你觉得先要你要安全什么，那就选 yes 吧。这里没有什么特别觉得不好。他觉得他这里有在告诉我说，里面好像你脑袋好多小声音哦，脑袋好多小声音在推挤，你不如就选 yes 算了，安全先把它稳下来，先选 yes，这样就安全下来就好了。但是我看牌我不会这样看，我觉得我又觉得要找到一些突破点。我觉得这个还因为这样子没有什么好跟你建议的耶。因为我觉得有些突破点，我还是要把它看出来哈。我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突破点。当然，你要选 yes 就选 yes 吧，因为它还算是他现在跟我说 yes 是安全的，你选吧，可以摒除那些杂音。虽然脑袋的杂音很多，就选 yes 吧，至少是在你可以掌握的方法内。但我还是帮你翻出一些契机来好了。钱币8，可以啦。钱币8，好吧。他说 yes 可以慢慢来，你慢慢这决定好像也可以啦。钱币8支持了你这个决定，他说没关系的，就慢慢来哈，那个成果会慢慢浮出来。你先专注着去面对这件事情，或是选了 yes 之后，就好好的等待一下，好像好的结果会不错，会出来。他有支持这个想法。再看一下 yes 还有什么契机我没看到。1、9，好啊，可以，好啦，我就不去找一些扫兴的答案了。牌面告诉我说，你就选 yes 吧，好 ，yes 算是不错的答案，就这样。只是我要看一下一个提醒点哦，脑袋的小声音先摒除掉哈，好像有人在干扰你选这个答案。没关系，你坚持下去坚持你现在的想法。如果你要选 yes 的话，你坚持你现在的想法。这2张牌都有一个好的收获，还有一些别人的认同也在里面。yes 可以，但我总觉得我好像漏看了什么东西，我想找出来。我怕直接支持你选 yes 就太过了，忘了帮你看到一些缺陷了。我不行啊，这个我过不了，我要再看一下。不行啊，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我没看到的盲点。总觉得这个牌
咻，3也没有，因为这个钱币3其实就是钱币8的一个很前面的基础啦，就说你多跟别人合作哈，你这个选 yes 的这个决定还不错。他的意思是说，你现在选这个安全牌是不错的，因为它可以慢慢跟别人建立一个往下发展更好的结果。因为整个牌都没什么太多问题，所以它这个可能也算是别人的意见啦。我们就不要你可以略过我刚刚说的是别人的小声音，你可以把它反正说别人的意见也蛮多的哦。但是选 yes 好像还不错，因为他这边好像跟别人合作的契机也看得到。那还有什么呢？也可以宝剑骑士，他这里叫你，这个就是叫你往下走，不要犹豫了，好吧？既然牌面都这样子的话，我就不多做犹豫了。总之，选 yes 就是 OK，可以，这是一个很安全的选择。然后他会帮你往下一步会慢慢耕耘起来，它有些成长是你可以期待的哦。然后那个结果好像还不错哦，你可以有信心的往下走，把你的热情燃烧起来往下走。然后你可以多跟别人合作，因为能帮助你的人好像还蛮多的。然后圣杯皇后也出现了，就是情感上的支持也有哈，也不错，就是心灵上的满足也有。好了，选 yes，选2选 yes，你可以有点信心哈，就选 yes。那我们现在来看 no 的部分。然后我们这边看了 no 的部分，如果说 yes 是这样说，所以他 no 的应该就是说，如果你想选 no 的话，他怎么说？因为他这个哈，他不会给你一个就是 yes or no 这样子的，他会告诉你说，其实2个都有优胜劣弊，你可以自己参考一下。因为题目你们自己心里那个题目有没有本来就不一样嘛。好，我现在如果你心里偏向 no 的话，塔罗怎么说？还可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现在这个问题你选 no 的话，你可能要顾虑一下比较多人的感觉啦，因为这个牌比较像是，它这个牌不是一个个人牌，它像是一个团体牌。因为你是一个团体的领导者，如果你决定这个问题你要选 no 的话，你要顾虑一下其他人的感受哈，因为你有很多跟随你的人，员工啊或朋友，反正你做这个决定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哦，你选 no 的时候，你要想一下哈，如果你那么坚持要选 no 的话，你要想一下这个事情有关乎到别人哦。哦，看一下要找什么？我再翻一下，好，少看一下这个的话，确实啦。OK，对了，其实这个有印证我刚刚想的，就是说，你选 no 的时候方向也是不错。如果你多在乎一下别人的想法或什么的话，其实这个时间点选 no 也算是可以，只是你有可能要克服一下你自己心里某种疑虑哈。而且，请你在选 no 之前，你先去思考一下，有一些你没看到的未来，你去推算一下那个未来哦。因为选择 no 的时候，他在提醒你这件事情真的是跟其他人有关了，所以有些你不是很重视的其他人，然后你去关心一下，去理解一下他们对于你这个决定，你这个决定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而且这个影响是他们的未来，还有他们的不安，你要去关心一下，你选择 no 的时候，其他人心里的不安是什么，在做这个决定后，虽然他这个告诉我们说，好像结果会不错，可是这个结果有点空洞啊，因为这张牌虽然是看起来是9个圣杯，然后什么，它受到大家的赞赏，可是这一个的赞赏是不扎实的，它比较像是表面的、快速的赞赏，瞬间的，这个时候才有的，也是不错哦。只是说这个赞赏不扎实啊。虽然这个牌土象能量很强，可是我一直觉得。当你选 no 的时候，你忽略了太多其他的，或是我觉得虽然你选 no 的时候，后来得到的结果什么好像发展的也不错，可是那个是属于你个人的荣光、个人的荣耀、个人的好处，其他人你好像忽略了啊。再一次，再翻一张。哎呦，自神牌哈，的确，
现在有点叫不要叫你别人不要选 no 了哈，它比较像是说如果你选 no 的话，你就完全忽略到其他人的想法了，会要重来。就是如果你选 no 的话，我必须说，如果你一定要选 no 的话，你就像我刚前面讲的，其他人的想法对这个决定很重要。应该说不是其他人想法对这件事情对你这个决定，而是跟这个决定有关的其他人的想法很重要，好吗？我这个想法不是说那些跟你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的，你去问他们意见，他们的想法很重要，不是这个，而是跟你这个决定有关系的人的想法很重要。好，如果你一定要选 no 的话，你先去明白这件事，不然他这个是说你这个 no 的决定下去的时候，其实还蛮会有一种这事情就到结束了，要重来，我们要重新，大家重新来的这个状况，哦，算是蛮有点小严肃的一个状况了。如果你选 no 的话，但是他这个解套方法确实是你的解套方法在别人身上啦，在跟这个决定有关系的其他比较能量或能力比较小的人身上去问问，你去整合一下其他人的想法。你看这个图，我用了这个牌，我有很多牌的教皇牌不会出现这样子的。那我今天用了它有这个，它就是在暗示我，你其他人的想法很重要，不要忽略他们。他在求求你，听听一下，听听他们，然后他们的立场还蛮重要的啊。如果你选 no 的话，来再翻一张，我少了什么？这个牌哈，七个金币就是差一点，差一点就可以收成，差一点就有很好的收获，差一点表示想法不周全啦。而且这个牌其实也是教皇牌，它里面也掺杂了教皇牌跟世界牌混在一起，比较像是它这个，哎呀，怎么办？它这真的是同时印证了我刚刚的想法，它就是叫你啦，不要你的世界不是你自己的世界。其实这个牌里面就有教皇牌，就是就是这个牌是世界加教皇牌，它其实就告诉你说是教皇的世界。好，可是因为这个选 no，它就是要告诉你说，教皇的世界其实一个 community，就是一个整个社群的世界。就是你有门徒，你有信徒，你要想他是一个教皇，他的信徒门徒，但他所控制的不是他自己个人的私欲跟个人的想法，而是他的决定会影响一大票的人。那这个牌又出现说，如果你们要有好的收获，要有好的结果、好的发展的话，你真的要考虑跟你一起，或是这个决定会影响的其他人的位置的重要性，要同时要一起出来。哎呦，干嘛一会儿？要一起思考，要一起思考，我们再做 no 这个决定哦。来。权杖皇后，我觉得他这张牌想要你更先知先觉，因为这张牌对我来讲，它会出现了一个很棒的火焰，很强的火焰，然后他有认同你选 no，但是请你在选 no 之前，你要有一个比其他人，比你的门徒、部下或是其他人哈。比较不在这个问题核心的其他人，更先知先觉的去思考这整个决定是不是真的符合选 no， 再下决定，好吗？他现在是这个想法，他有支持你选 no， 但他觉得你还要再多思考更多。他也没有说你思考的不够多，他觉得他这一张牌的智慧在提醒你差一些，因为其实这两张牌都算是很有智慧了，他已经相信你有智慧了，也够有智慧了。毕竟可是你选 no 这个，可能已经是因为经过你的智慧而去做决定了，也是很好的。好，他有支持，但牌面有一个气息，更像是少了。因为这里面本位主义实在太高了，就是说他也没有说本位主义过高，因为他的教皇出现就是说，我是有点担心你的决定太以一个居高临下的方式去思考。你知道什么叫居高临下？就是你站得比别人高，然后去决定这个事情。因为你站得太高，然后你往下看的东西太多，每件事情都变得太小，你没办法仔细看小的部分，这就表示你会忽略很多
别人的想法或情绪、情感了，因为你不是站在一个平衡点嘛。如果你是跟他们站在一个一样的利基点，一对一这样面对，所以你能看到东西更多，所以能够投射别人的问题到你身上，你出现的恻隐之心、同理心也会更多。但是因为这个居高临下的态势，会让你忽略了太多东西，你会疏忽了很多东西。所以一派出现教皇牌，说我脑袋所出现的，就是你这个决定跟这个决定也有关系的一些可能影响力比较小的人的位置，请你思考。我用另外一张牌再发一下这个。No 的话，我每次都会洗给你们看，因为我不希望你们觉得好像事先已经安排好了牌哦。因为连我都也是很期待到底要抽到什么。皇帝牌，好啦，又是一个居高临下的牌，但我觉得这个牌，我觉得反而是好的，因为皇帝牌它跟教皇牌更不一样的是，他是带大家冲锋的人，他更是有点证明我刚刚的想法，就是你看他们的角度确实是这样子没错，所以请你缓一下哈。把自己拉下来，再看清楚一点其他人的想法，再决定 no。表示这个牌表示这个 no， 他没有那么支持啦，他是可以，但是就觉得你决定选 no 的这个态度好像有点太高了啦。再把自己拉下来一点，再做这个决定。无论你做什么决定都 OK， 就是因为有时候说 no 这个魄力还蛮，就是这个力道太说 no 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言语力道哈。通常会说 no 都有比较算是比较，就是稍微站得比别人再高一点才选 no 啦。大部分情况，但如果不是没关系，就当我说错。但是如果你是，你可以拉回来一点点，再平稳一点哈，让 yes or no 或是这个 no 比较模糊，我们多思考一些别人的因素在里面，我们再确定我们需要决定是 no 哈。再翻一张，金币皇后。金币皇后的话，物质面各方面，温情面，好啦，这张牌是在我要提醒你说，多考量一下别人在于现实面、物质面、实际面的稳定，好吗？因为金币皇后，她有一种比较柔情，她就有一点比较有在滋润基础的一个概念出来哈。我觉得她这个柔情啊，这个关怀的意念，呼应了我前面需要你去关心其他人的这个角度，所以我帮你整合一下这一题。如果你选 no 的话，哈，确实你少了，你这个决定太自己啦，而且这个决定你太自己之外，这个决定好像还包括其他人。好，如果你这个决定是包括其他人的话，他在提醒你说，你可能要去关心一下其他人的感觉，因为其他人的感觉好像是你会影响你做这个 no 的决定，但它不一定会让你改变心意，而是它会让你更扎实的明白你做这个 no 的内在含量跟它的成分是哪些，而不是你个人的独断或是你个人的经验偏见而去做的。有时候你是感觉上去觉得我就是一定要觉得就是 no 就是对的啊，可是你会疏忽，记得我们会疏忽，所以我们才来看牌。好，我们会疏忽。如果你是一个每次做决定都觉得自己是对的，你也不再在乎你自己是不是疏忽或是别人的感觉，那你就没有在这里了，你就不会在这里了。你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会疏忽，所以我们帮你看，好吗？所以记得哈，我已经提醒很多次了，这个 no 是什么角度。好的，就这样，这就是选2的朋友。来，接下来是选到第3组牌的朋友。好，那记得哈，塔罗不会帮你决定事情，我们只会帮你分析你如果要选 yes 或选 no，然后整个能量的分析和检测，然后你再自己做决定。那我们现在直接翻了不说啊。来，现在先看一下 yes， 如果你选择 yes 的话，塔罗会告诉你什么？哎呦，我看一下选 yes 的整体能量哈。
哦，哎，可以，选 yes 这点呢是比较舒服的啦，是顺的啦，是风的。可是它这个还是比较表面哈，比较片面，就是说以一个表面感官，就是说它这个认同感比较到皮肤啦，还没有到肌肉，没有到骨头，没有到心哈。因为这个是爱情lovers 这就是爱情发芽的那个初期哈，它没有到比较扎实的面，所以如果你选 yes 的话，它会告诉你说初期算是还不错啦，这个决定还算不错，表面上看起来还算不错哦。然后看一下这个跑出来，再来出现了世界牌，OK， 可以了，又出现了这个表示可以了，它算是一个在稳稳的位置去发展的一个决定，也是可以，但是这里之后还是只有初期状况还是没有到核心，因为这个世界牌像是说这个方向不错，你现在处的这个环境做这个决定也是不错，也是哦，可以。但如果是属于有很深困惑的人来选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牌不够足以给予 yes。我再看一下，我要问塔罗的是说，他有没有更深的理由去支持选择在这一组里面选 yes 的？他这个告诉我说，如果你会选 yes，表示你心里所向往的那个方向跟愿景很接近了，或是很具体出现了，比较符合你心里所朝的那个方向，所以你选了 yes。好，我是不知道题目，你们的题目了。不过这牌上面告诉我说，出了3个好牌，我真的我实在不知道，我是很难，不是很难去要你拒绝 yes。但因为我以我的节牌角度，我总觉得我们来看牌，就是因为我们疏忽了东西，所以我要想帮你找出你跟我都疏忽的东西。哈，3张好牌支持也是，还是会有东西。来，然后我跟塔罗说，你不要这样子这么快就支持别人选，也是我们要看的盲点啦。没有任何决定是这么完美的，给我一些我们要一起知道的盲点啦，好吗？不要这样直接给我们3张好牌，哦，感觉我们好像很笨，好吗？翻，哎，他给这个牌告诉我说，其实他是说这个的确也是算是一个比较安全、比较保守，保守也是可以，可是就是安全。这个 yes 是一个安全的，好，我们不需要太多挑战，不需要太多什么，选 yes 是安全的。再一张，我实在是很少抽到愚人牌啦。哦，不过他这里出现愚人牌，就是说这个决定还不错，这决定是你不需要带太多包袱，我们就往下安安全全的往下一步走去吧。不管你做什么不管这个题目是什么，他就是这里就支持你选 yes，因为他愚人牌就告诉走，我们下一步要走，下一步的美好，我们已经快到，我们就不要那么担心，不要害怕，往下一步走。愚人牌都出来了，愚人牌的他就是告诉你说，下一步就在你跨出下一步的时候，新世界就在你跨出下一步的时候，好吗？世界牌、星星牌、愿景这些都跑出来了耶。这个支持 yes 的速度太快了，才花不到几分钟，不到3分钟，连点疑虑都不给我，我就是会担心。不行，来，我要用别的方法抽。我用横向牌来告诉我说，如果选 yes 的话会是什么困境呢？Sorry 哈，我没办法，就这样让他过。没，啊，我连问他会有什么困境，他都给我钱币10没困境。我硬要讲啦，如果我硬要讲钱币10，他的意思是说哈，你选了 yes 之后，后面的成功你要分享给别人，或是这不是你的独享的，他这个后面的成果好处各方面是需要共享的，不要吝啬分享给别人，不要一个人全拿。记得他这里的提醒，我硬是一定要想出来。我嗅到那1%的讯息是这个，至少1%的讯息是这个。这些这么顺利，你选了 yes 之后，那你后面的一些好好分享、温暖、幸福，不管什么恋爱，恋爱不跟这个人在一起，哦，在一起，拜托把这个幸福感分享给别人。哦，你赚钱，我要不要就这里赚钱？哦，拜托你去捐献给别人，很多这种了哈，很多这种方向的哈，经理要分享哈，想尽办法分享给别人，好，或是你希望这一个事情能够圆满的话，
先去捐钱，让这个事情计划的更好，因为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好事啦，去捐钱，捐给狗狗，捐给没有饭吃的人，没有家住的人哈。像我之前就是其实我会定期捐，我不想告诉你说我捐什么，只是打个比方，后面我那个能量不见了。好啦，因为选 yes 太顺遂了，我不管，我还要再抽一个。好，还有什么别的困难？就也没有啦。我觉得塔罗现在连这张都在骂我嘞。我问他说还有什么困难，他给我这张牌，我觉得我的直觉不是在跟你说，他在跟我说不要再想那么多了啦。他在骂我说我在帮你想太多了。其实这个牌还不错，他都已经选到第3选 yes 了，表示他的能量各方面都是符合可以选 yes 的，就去选它，好吗？好，如果你是我必须说哈，你选3了，它会有 yes 跟 no，然后我帮你分析 yes 跟 no，然后可是他没有帮你决定说 yes，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心里所属是比较属于 yes 的时候，他是支持你选 yes 的。但是有些人选到3的时候，他心里所属是想要选 no 的。好，那 yes 牌对你来讲就只是个建议哦，好不好？你不要被 yes 去说服，而是你要看完 yes 跟 no 之后，你再来决定哪一个 yes 跟 no 这2个字眼在你心里哪一个比较亮。你要再去审视一下他的分析哦。好，那现在这个 yes 就是说心里比较亮，趋向 yes 的人，塔罗是比较以能量来说，他是比较支持你选 yes 的，因为我们不知道题目是什么，你要明白你心里的归属方向，再去看这个分析哦，而不是你今天我就是不知道选 yes 还是 no，然后像 yes 能量比较强，我选 yes 好了，你要回到你的题目 ，please，好，不然这个太盲选，这个就是太茫然了。如果要这样这么茫然，我干脆就直接让你们来抽，翻开 yes 啊走了 ，yes 走，就让你选20个号码，然后翻 yes 好 OK no OK 这样子，我就可以玩那个游戏就好了。不然我们干嘛分析？好吗？一定要我们来这里要学会分析，虽然我这么啰嗦，你要学会从我这边偷怎么去分析这些能量。好吗？好了，我已经被他骂了，所以 yes 我就不要再多说，我去看一下 no 哈。来，如果心比较偏向 no 的哈。月亮牌啊，月亮牌也没有，月亮牌也不是什么答案，它只是在告诉我说，如果你心里比较偏向 no，它表示你那个不安很强大啦，哦，很强大，所以你想拒绝，很强大到你想拒绝。如果你想拒绝，表示你那个不安在让你拒绝。如果你到第3组，你其实心里是想选 no 的话，我觉得他在塔罗在证明你那个不安哈，确实是会让你选择 no，那你就选 no 好了，因为那个不安会让，如果你那个不安你随便选择的话，因为现在这个 no 比较像是拒绝，不是停止。这个 no 跟其他，因为别组像第2组牌的 no 是停止，第3组牌的 no 给我的讯息是拒绝。因为你现在在告诉我说你心里那个不安很强大，那你还是先拒绝好了。好，你先把你自己整理完之后，我们再想想。好，可以先选 no，先拒绝。我先看一下哈，还有什么？为什么要给我月亮牌？对，没错。嗯，好，先拒绝，没错，因为你那个不安加上这个思维太复杂了哈。等一下，因为这个跟刚刚的夜视牌的落差实在太大了，我想一下，我整理一下。如果你选进来哈，你在不知道选 yes 跟 no 的情况，你刚刚先看到的 yes，他告诉你说你就直接选 yes 也是没有问题。可是 no 牌却告诉你说你心里有一个不安，有一个思维很复杂的话，那你选 no 好。好，我懂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心里有那个还是有一些不安，你不太确定的话，那你可以忽略刚前面选的 yes。虽然他告诉你说 yes 往下选什么那方面，可是如果你心里那个不安已经有点在告诉你说，其实你比较想选 no 的话，你选 no 吧，因为那个心的不安跟挣扎这方面困扰还蛮大的。我不希望你就看了前面选 yes 之后你就选 yes，可是你心里这个不安，这个思维的混乱你没有解决就照着塔罗这样去学，这样太那个了啦，太迷信了。
因为他帮你分析，你比较偏向选 yes，还是比较偏向选 no，应该是要这样子。如果你心里来选，你心里是比较偏向选 no，然后你来看3，然后再看 no，不要被 yes 驱使。你选 no 的话，他确实在告诉你，心里那个不安，他先解决，先面对，或是你就先，因为他这个不安跟思维混乱，并不是说这是你的错，或是你现在遇到的困顿或什么。有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深思熟虑的人会有的困扰。他也在证明某些像我这种啦，思维比较悲观的人，我会像这样2张牌组合出来的人，然后我会先选 no，因为我想把事情想清楚。我像我的话，我会选到3的，我是不会被刚刚的 yes 所影响，所以你才会看到我刚刚在选 yes 的时候，我一直要抽出牌，因为我不相信他，也不是说我不相信他，我不相信好事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太快的、太顺遂的好事会连带的一些坏事在后面跟随，所以我宁愿翻牌子找到那个茫然点。即使我选 yes 之后，我有能力去面对我刚刚疏忽的事情。好，那我像如果我心里的某件事情在选择3的时候，我其实是想选 yes，然后我会去看 no，然后 no 提醒我说，我心里有一些不安跟思维混乱没有整理的时候，我就选了 yes，有点不太稳，所以他叫我先选 no 看看的意思是说，我先整理一下我心里的不安好了，好吗？这个是这个 no 出现的一个启发点哦，你要想一下哈，好，他没有，他现在有点在告诉你说，如果你还有一些内在的思维东西没整理完的话，先选 no 哈，先不要那么快冲到 yes 那边去哦。那我再看一下圣杯骑士啊，浪漫啦，我脑袋出现的是说，你现在的思维不够理智啦，因为你内在的思维有点太付诸于情感了。我每次看到圣杯骑士，我都会说这个就是个罗密欧，罗密欧，罗密欧，哇，这个爱，那个爱呀、那个能量，水的能量很强，但是因为他欠缺某些现实的考量了哈，所以他现在是说，你这内心的不安跟这些东西思维，其实你的情感投入太多了，去思考这些，所以你心里没办法做决定或什么。所以你来看这一题的时候，你先选 no 也可以啦，因为选 no 比较像是先逃避，我们先离开哈，我们先拒绝，我们先离开，我们先回来一下，我们先想清楚再说哈，不要让这个情绪放烂，去让我们选择，让我茫然的选择，或是茫然的被刚刚的 yes 说服起来就去选了，先不要哈，我们可以先选 no 或什么的，好吗？我突然想问一题，想问问看，是不是我们选 maybe 好，我们也不要选 yes，我们选 maybe，先暂缓选择。这张牌在告诉我说，你需要回想一下远一点的事情再做决定。他这里在告诉我说，你忘记了某些你的好经验，你忘记了，你现在困在这个局面里，你忘记了以前你某些好的事情的经验。我打个比方，他这张牌告诉我，如果我们想爱情好了，爱感情，你之前失恋过，从谷底爬起来，回到现在这个健康的你，你有点忘记了。如果是爱情，你忘记这件事了哦，你忘记你以前怎么把它爬起来了，然后你现在又再回到类似的困顿里面，或是类似的局面里，然后你因为内心的害怕或什么，你想选择 no，然后可是你忘记你那时候怎么坚强起来的。好，这个逻辑你可以套用在工作或什么家庭各种问题。你忘记了你之前怎么从坏事里面爬起来的自己哦，有点忘记了。他这边再提醒你回忆一下，因为回忆这个圣杯，其实其中包括了太阳哦。它这个牌里面有太阳跟死神牌。那这个牌里面为什么太阳跟死神牌？死神牌就有点像是说你自死地狱而后生之后见太阳，你看连太阳都出现。它这张牌是在告诉你说，我们曾经在黑暗中爬出来看过太阳了，这件事情你不要忘记。这个事情可能是可以解决你的那个方法，但是当你回想起来之前，你可以先选 no，我们先整理一下，好吗？再来翻一张。宝剑3，没错啊，一样。
我觉得这张牌跟这个在呼应啦，一样就是我刚讲的，因为它里面包含内在的死神，那个以前的过往回忆的痛苦、扎心的事情，你要想一下哈，我们曾经爬回来，不要再重蹈覆辙一次，不要让这个经验 repeat 再学一次啦。虽然这个时程会短，比这个以前的过往时程再短，很快就嘛。可是我们不要经历一次，我们从这边已经学习到了那个心得，我们应该在这里就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马上茁壮起来了。不要再让我们以前那一种情绪泛滥去解决事情的自己再一次，我们更要更多理智和方。你看哦，宝剑九出现的时候，宝剑代表什么？创造力、理解力、分析能力、逻辑，自信，很多很聪明的事情，你这里都有宝剑九这么聪明的事情，为什么让它变成你的困扰？这些都是很宝剑，它并不是说到九就是都是一些坏事去困扰，而是这些都是你本来就拥有的才能、经验、能力，你怎么把它变成是你的困扰了呢？在这里，我想这里偏向选 no 是 OK， 因为他觉得你忘记什么了啦。如果你想起来了，振作起来了，也许可以选到刚刚前面的 yes。但是如果你想选 no， 那就先选吧，因为你要这里这个回忆牌圣杯六在提醒你，你忘记某些你自己的东西了啦。想起来之后，我们再认真选一次也可以哈。就必须问他说是不是要选 maybe， 先不要选。他确实有叫你先想一下你以前的优点哈。他觉得你不是，他认为你不是现在会困在这个局面里的人啦，真的，好吗？我再开拍一拍，我再问一次塔了，你为什么要给我圣杯六好吗？抽底牌，他出现了女祭司哦。对，我刚讲的方向是对的。他说：“你内在心理、精神面的平衡，你要先找回来。”女祭司牌追求的是精神面的平衡，不是着重于物质面。他在讲的是内在智慧、精神方面的一个平衡，要达到一个稳定、协调，这些都是要靠女祭司牌去克服的一些东西哈。因为这些没达到一个平衡，然后女祭司牌出现了，符合我刚刚的问题，为什么要给我这个？没错。你要去解决一下你心里那些，你现在选择 no 比较像是你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选 no 了。所以他现在给你一个解决的方向是，你也是可以解决，你当然也是可以先选 no， 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你内在的那个精神面的平衡，你先找回来，你先找回来，而且他也有在告诉你，你以前找过了，你以前成功过了。为什么你忘记了？回想一下以前的你自己那个振作、开朗、有能力、精神面怎么帮助别人？尤其是你以前如果类似问题一样问题，说你是怎么帮助别人的那个你，怎么现在不帮助你自己了？好吗？不要让这个原本的不安扩大成思绪混乱然后最后你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却用一种情感面的方式来去做选择，不要这样子。因为精神的女祭司牌出来了，她在告诉你，她这有点在阻止这三件事情的发生我是觉得这两张牌是好牌啦，他在这个局面里是好牌，他给你，他不像刚刚 yes 牌一点建议都没有，他这个 no 里面给了蛮多很好的建议。我换一张牌，换一副牌，换这副牌来抽。我问的是为什么你要他选 no？ 好吗？他觉得时间现在现在时间好像太急，太急，太急。他觉得你太急。我看一下，如果是这样子，又出现什么？圣杯骑士里面出现了命运之轮他觉得你太急了。因为你知道，因为命运之轮命运之轮加月亮牌它就影射了什么？命运这家月亮牌其实就包含在圣杯骑士里的元素了耶，因为它这两个出现的时候会出现那个圣杯九，而圣杯九就包含在圣杯骑士里面，所以这真的是连贯的。他就在告诉你说，你太急了，
你的思绪各方面，你想做决定，或是你想面对，你这太急，你急到你让你是太混乱了。所以女祭司牌的出现哦，其实女祭司牌有一个东西你要很记得哈、女祭司牌出现，它有一个讯息立刻出来叫什么？停下来静一静，你现在需要停下来静一静。女祭司牌有这个讯息哈。我刚开始收到这个的时候，他是在告诉你说你要拒绝。我就现在回来一圈之后，他告诉你说你要停下来静一静。哦，所以这个拒绝说 no 就表示说，先说 no，因为可能现在有些事情是需要你马上就要去做决定。好，那就先说 no，我们需要停下来静一静，因为现在整个内在太混乱了，好吗？确实好像不是需要做，现在不是需要做决定的时间呢。就是你原本心里那个问题，好像不是需要马上做时间，马上需要做决定的时间。但是先说 no 是因为先等一等，也又一样了，跟上一个一样，又等等。好，因为女祭司牌算是很强大的牌，出来就是要叫你停，有点像是比赛的时候去喊暂停那个状态。而他喊暂停的时候，他不是叫你去找答案，他是要你去往内心里面去，请你做一个类似深度的冥想，放空，东西先清理之后，我们要重新放东西到你的内在里去。这个牌是这个，你仔细想一下我刚刚说的哈，停下来哈，思维一下你以前的自己，好，再一张，这里就结束。为什么给我女祭司牌？告诉我，我就是一个很多嘴的人，明明已经知道答案了。黑啦，权杖6，他的意思说，如果你要光荣返回，你想要回来你的荣耀的话，先停下来了。因为我问说为什么要给女祭司牌，他说因为他那个你的后面的你能够解决事情的荣光或什么，你会拿回来，有点像这个，这里的太阳，你有，但你现在就要这个啦，停下来想一下，所以如果你偏向选 no 的话，听清楚这里说的哈。那如果你偏向选 yes 的话，就选 yes 吧，他也支持你。那如果你选 no 的话，听一下这里的建言哈。来，首先呢，我还要再提醒一下哈，我们来做 yes or no， 不是因为要让他给你答案，而是你心里一定有比较偏向要选 no 还是选 yes。好，如果你现在偏 yes， 然后 yes 告诉你说要这样子 ，OK， 那你就去。可是你也可以听听 no， 因为也许听听 no， 你才发现说原来你少听了某些东西。但那个 no 的那边的建议，其实也可以支持你选 yes。好，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我想选 no， 那就来，那你听 no 的时候，你对这个感应会比较强大，所以你要把这些建议认真听进去然后不要被 yes 这么好的那个气场，然后被带走。没有，有时候它不适合你，好吗？就这样，这次选3的朋友记得后面要领取好运了，拜。嘿，欢迎来到后面的领取好运。今天我没有抽牌，今天是我自己选的3个好运给你们，好吗？因为我看了前面的节拍，我觉得你们很需要这个好运。来。圣杯皇后、圣杯骑士、圣杯国王，这是什么？幸福将会来临，你会夺得好的人缘，你会获得很好的情感智慧，好吗？我今天给你的3个好运都是属于感性面的哈。你在人际关系会得到大家的欢迎，那你在感情上也会得到好的幸福。那你在这里，你在处理这些时候，你需要的智慧也会得到。今天我觉得很需要给你们这3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你们今天领取的好运，记得用力收下，用力记得，好吗？谢谢。好，接下来是今天占卜的心得。好，因为我不把它放前面太啰嗦了，我希望大家赶快占卜完再来听。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人留言说他不喜欢我的占卜，他说我好啰嗦。我心里想说，哎呀，很啰嗦吗？我是一个很啰嗦的人吗？但我觉得因为我是射手座我有5个射手座我实在太害怕你们。我应该说，如果我们要讲，我们不讲讨论，我们讲星盘哈。我的星盘里面有5个射手座，如果到宫位的话，我有6个射手座。那你知道我有几个？你知道我多少处女座吗？我有3个处女座，全部都在工作的宫位。所以这个算盘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严肃的工作，也需要很细腻的工作。然后我的处女座性格会爆发。然后射手座在6个宫位里面，我的那个预知性、那个直觉性又太强，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么缜密的分析里面，要给你们我脑袋里出现的这么多的直觉，
跟我已经预示到的一些推论因为我不是什么通灵的人，我不是什么那种，可是我的直觉实在是太多太强了，可能就是因为前几天你们去看唐老师讲的，他说宫位里面就有一个射手，尤其是在月亮，我有。他就是有一个预知性、限制性跟直觉性很强，可偏偏我六个宫位就有都有射手，所以里面那个实在太多太混乱了。所以我在解牌的时候，为什么我讲话速度这么快？因为我很快就忘记了。它很快，它很像那个，就是你们去转那个什么那个，不管是什么赌博什么转，它会就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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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来，那个在我脑袋里就是这样一直出现。所以我如果不赶快把它抓住，把它讲出来，我怕错过告诉你们的那些好的契机跟建言，所以我讲话会这么快。好，我已经。虽然我咬字已经很够清楚了，但是我讲话真的是太快了，所以我是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听清楚，或是听到那个很重要的那几句话，因为那真的很重要，因为它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在我脑子里平常就会出现我必须要有对象，我必须看着牌，我有对象，我才能够把它讲出来，而且坦白说讲出来我就忘记了。所以我就当下的时候最清晰最什么，我只有那个时候才能讲出来，而且他有时候都不在我脑袋里思考，他就会先从我的嘴巴讲出来之后，我脑袋也来不及思考，因为下一句就出来了。所以对于解牌之前，我会做非常多的自我训练。所谓的自我训练，就是我可能要读很多的文字，我读书很慢，但我会读很多的文字去整理我每句话说出来的结构是完整的，然后造句或是讲重点的能力。会让你们能够得到具体的资讯啦。好，所以如果你已经听了我2-3个影片之后，你大概已经知道我的解牌的逻辑。那我真的很谢谢你们已经习惯我这个方式。那不习惯的朋友，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无法为你们改变成比较不啰嗦的我。因为我已经这样子40几年了，我还能怎么样呢？对不对？很多外面有很多很好的占卜师的频道，你都可以去听。你喜欢他的声音，你喜欢他的节拍方式，你喜欢他们准备很大量的资讯，那种都不像我这种就是随机抽出来就直接讲的，节奏这么快的都可以。大家都是在做帮助你们的事情，任何人能够帮助到你，你不一定要在我这里，好吗？所以你来挑剔我，我也无可奈何；你再挑剔我，也没办法解决。因为我已经是这样子了，我就是已经是这样了。好，所以如果你后面还来听到这个闲聊，我真的很感谢你喜欢我的节拍，甚至喜欢我的声音。我想我的声音让你们听得很舒服，就是我适合做大众占卜或者我做频道的优势之一，可能这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你会听到真的是我们的共振腔，共振有连接到，所以我会很努力。在这个共振里面，或是这个共识里面，给你们我能给予你们的。所以平常我会充实很多东西，不浪费每次可以告诉你们重要字句的机会，好吗？那回到今天的主题，我好像讲了3分多钟才回来，真的是太啰嗦。今天的主题呢，我再提醒你们一次，塔罗没有在帮你们选择 yes or no， 我可以用那种直接翻 yes or no 牌，因为每张牌其实都有所谓的 yes or no 跟 maybe 的讯息，我可以用那种方式帮你们解决事情。可以，我改天可以做，你可以试看看。但我今天要你们的是，我们来看别人解牌我们是要去审视我们自己心里疏忽的那个角度，因为所有的答案、显化跟宇宙下订单都是你，不是我，好吗？我只是宇宙中的那个发讯息给你的信使而已，记得我不是给你答案的人，我是给你发讯息的人，你才是那个真正做决定的，因为你的心理、你的智慧都在你自己身上，不在我这里。你来听，只是我帮你补足你智慧里面的盲点、模糊点、起雾的地方。那你听到了吗？你解开了。那你还是要认真去思考因为我相信你们都很有智慧，也很聪明，甚至有些来听的人都比我聪明太多了。但是有的时候，无论你们多聪明多智慧，你们可能就在今天的影片里插了1句、2句没听到的话，要从我这边说出来。这就是我们解牌的核心跟价值跟目的，也是我喜欢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所以呢，不要让塔罗帮你决定 yes or no， 而是你要好好的审视你自己心里 yes or no 哪一个比较亮，然后你再去诠释它，好，再去旁敲侧击的去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或是静下来学会冥想，
如果你不会冥想，你就先憋气，停止呼吸，这是让你心静下来的一个很物理的方法，很生理的方法，你可以先试看看。好，总之希望我能够帮到你，谢谢你们来听今天的风声好文，就这样，拜拜。